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非同步教学活动和经营实务的第二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会教大家作业测验同侪互评的经营实务。那主要呢，我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作业和报告你需要做哪一种设计呢？还有第二个是同侪互评的设计方式。第3个是线上考试测验该如何进行。那在作业和报告的部分，适合哪一种授课的活动呢？其实以非同步的作业来说呢，比较适合学生自主独立完成，像是心得报告啊、作业练习啊、文献整理等等。那同步的报告的话，我们就比较适合小组来共同讨论完成，像是小组讨论、成果发表、专案展示等等。好，那在开始和作业报告之前呢，老师其实也是必须要自己稍微准备一下。那我这边会提供2个准备的部分。第一个当然是说，老师可以先熟悉一下自己学校的教学平台，像在课堂上安排一次作业的测试的缴交，或者是测试这个线上视讯软体的时间，让学生可以事先了解到我们这一堂课呢作业缴交的方式，并且知道他如何清楚的来操作这些视讯的软体，让学生可以后续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加的顺畅。那第二个呢，如果老师还有些担心学生这个线上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我会建议老师也可以做像是 LINE 的班群啊，或者 FB 的课程的社团啊，这样可以让学生在上面可以及时的做一些发问，那我们老师呢、助教呢也可以及时来帮他做一个解决。好，那这一个画面呢，是我截图了我在 Moodle 上面时候我的分组的名单公布的这个画面。那我这边也会做这个分组名单的一个 Excel 的表，放在 Google 云端上面，让学生自己来观看。那这边我会列出他们所有需要报告的时间，那分组的名单，还有一些这个备注这样子。那有一些当然是只有我自己可以看的一些备注了。好，那这一页呢，是我截图了我帮这个每一个分组的学生呢，做了他们自己分组的报告的讨论区，所以每一组都有一个自己的分组的讨论区。好，那在讨论区里面呢，他们就可以他们自己各自的组员在里面做一些互动讨论。好，那右图这边我有做一些他们在里面在互动讨论的时候的一些截图，也给大家参考看看。好，那线上非同步的作业设计方式呢，它的流程呢，我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像我的话，我一开始呢，第一步我会提前公布作业的规则还有范例。好，像是说我们这一次作业缴交的这个档案的规则啊，你可以用图例啊，还是用程式的档案啊，好，来做一些展示。那在接下来呢，我会统一他们缴交档案的类型和档案的名称，好，我会把它规定的比较清楚，好，像是学号、姓名，还有他的作业的名称，好，这样子，那减少这个批改上面的问题。好，再接下来的话，我会把这个作业缴交的开始和截止的时间定得非常的清楚。好，主要的话，假如说我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截止，但是我可能会把这个截止时间呢，把它偷偷的延长了2到3个小时，甚至到隔一天的6点截止。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好处是，很多学生他们会，通常很多学生反映他们这个作业截止前他们晚了几分钟几秒钟，结果就截止，他没有办法送出。好，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老师很多的困扰，必须要帮他重开时间啊，或者是做很多的设定啊。所以我通常我在公布假如今天晚上11点截止的时候呢，我其实又偷偷帮他延长了2到3小时。那基本上会来反映的学生就大量的减少。好，那在课程批改的方式呢，如果说老师您是超过50人以上的课程呢，
我会建议使用同侪互评的方式。那同侪互评的方式的话，其实我在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设计这个同侪互评。好，那如果说老师你真的是用手动批改作业的话，其实超过50人以上的这种大量作业批改，就是对老师造成蛮大的负担了。那除非老师你有聘这个课程助理帮你批改，那也是一种方式。那优秀作业的观摩，我也会在这个作业课程这个评分完成之后，把一些优秀的作业秀出来，让这个其他的学生来观看。那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互相的教学相长。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同侪互评了。那其实同侪互评它适合用在这种很大量的学生，然后大量的作业，让他们自己来做这个评分哦。那我们这一张表呢，我是取自这个许廷佳教授的一个设计的范例。那老师他当初这个设计是在这个教案的设计的部分，所以他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有1到5分的量表。那评分的项目它有4个项目，那每个项目的内容呢，其实都写得非常的具体。好，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同侪互评的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内容评分项目的内容呢写得非常的清楚。好像是许廷佳老师这边的，他的这个故事的内容部分，只要5分的话，就要有活泼有创意，有起承转合，然后剧情很流畅。那如果说有起承转合，有剧情流畅，但是不够有创意，那就只有4分。那有起承转合，但剧情有点不通顺，那就只有3分。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1、2、3、4、5分呢，每一个它要评分的这个内容呢，规准呢要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如果说写得很笼统，很不清楚的话呢，其实学生他就有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评。好，会变成有点乱评分的状况哦。好，所以关于这个同侪互评评分的方式呢，我们刚才的1到5分呢，这个量化评分，有些老师会把它列到像1到10分或者1到20分这样子。那我这边会非常的不建议把这个评分的量表用到太多。我甚至只会用1到5分或1到3分。因为如果说这个评分量表超过5分以上或10分以上的话呢，其实学生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评了，因为不太有可能这个太多的量表让他去评其中某一个分数，那个会造成蛮大的这个理解上的问题。那再来说，在除了这个评分的部分呢，我们最后其实可以放上一个学生的给这些其他同侪作品的一些回馈和评论。因为其实如果说只有单凭一些这个同侪互评的分数的话，这个分数量表的评分的话，学生其实也有点不太清楚自己的作品好在哪里或不好在哪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学生的评分时让他们加一些回馈或者是评论，这样学生就可以知道他的作品是好在哪里或不好在哪里，而且同学们之间可以更多互相的一些这个讨论这样子。好，那关于同侪互评的方式和规准的建议呢，我这边有几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像我这边有1到3分，那主要呢有一些评分项目的一些模式。如果老师您这个对于您课程有适用的方式的话呢，都可以来参考我里面的一些描述来做老师的这个同侪互评的设计。好，那主要的话我们有几个项目可以给老师们参考，像是结构性啊、正确性啊、完整性啊、有趣性，还有创意性、互动性、技巧性，这些都是可以拿来作为评分的项目。那评分的项目里面该怎么写呢？在我这些表里面，我都有稍微写了一些给大家参考用的文字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参考看看。如果说老师您的课程有这些7个这个设计的评分项目呢，有哪一些是符合老师课程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来参考看看。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评分这个同台互评分的设计方式来设计看看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线上考试。那基本上我每一周都会做这个线上的小测验。那小测验的话，我会使用自动评分，还有自动给予回馈的方式。好，所以说我会在每一个小测验呢，都会放上它的正确的详解。那右图的下方呢，就是我放上正确详解的地方。那这个画面是 Moodle 的画面啊，所以老师说，如果说您的这个学校是使用 Moodle 的话，他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放上您正确的详解。那只要学生他答错，他就可以马上看到他在哪里错，那正确的解释。好，那这个的话也是 Moodle 的画面，你可以看到说学生作答的时间，还有他作答的正确性。好，那接下来也要跟各位老师们报告一下哦。就是说，通常老师们会想说，考试就一定要做线上考试，好，但实际上老师们其实也很担心说，线上考试这个是不是会有作弊的状况，或者是说，这个有没有一些防弊的方式，好，那基本上我这边也要给各位老师们，一些我自己的心得啊。那基本上呢，我认为线上考试它没有绝对防止作弊的方式，不管是你的平台有很强的防作弊的一些设定呢，但是因为您看学生不是在同个地方嘛，学生可能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外面，那其实呢，要真正达成完美的防作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除非你把学生全部人就放在一间教室里面，派人去监考，那才有可能哦。好，所以说，我们可以来转换思考一下，我们这种线上远距课程呢，我们的评分方式，我们来转换思考一下。好，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评分项目呢，来取代线上考试的评分。好，像是例如说学生参与线上讨论的参与程度，好，或者是说他在平台中，我们看学生学习历程的一些分析，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学生在讨论区中发文和回复的频率，好，这些呢，其实在教育部的课程认证当中就有列上去了，好，所以我这边右边有一些课程认证的指标，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是指标5之3，老师应用学习者的学习历程作为评分依据。如果说老师您评分的时候是用学习历程来当做评分的这个依据的话，只要有5种以上的线上学习历程的记录来评分的话，就有 A 加了，所以老师你就完成了一项指标了。然后指标1之3，课程的说明有包含成绩的评分标准，在 A 加的项目里面有一个说你必须要用学习历程记录的成绩评量。所以说学习历程呢，它就是代表说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学习的资料，像是说教材的浏览时间啊、浏览的次数啊、参与线上课程的记录啊、议题的讨论发言啊，这些都是。那如果说老师你也把学习历程的记录也当作评分的标准的话，那老师你也有 A 加咯，这1之3也完成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每一周都有放这个线上的小测验的话，有自动的回馈和评分的话，那我们就完成了指标5之2，课程的线上评量活动提供评阅结果和回馈。因为我们每次的线上测验都有提供自动的这个评分和自动的正确的解说的回馈，那老师你只要有这样做的话，那也达成了指标5之2哦。好，那5之1也是有提供线上的评量活动。那基本上如果每周都放这个线上测验的话，就达成 A 加哦。那还有说，老师如果在这个指标3之2每周的课程练习或课后反思，课程的练习或课后反思活动有2/3的单元都有适当的练习或反思的话，就是有测验或作业缴交的话，那也有达成 A 加哦。
好，所以在课程认证当中，其实很多的指标，如果老师在每周都有做线上的测验，或者是隔几周都有线上作业的话，那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了。好，那然后在这线上考试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像是我们教学影片里面去夹带这个问题，让他们去回答。那或者是说老师真的去安排一个期中或期末的线上大考。好，那关于这个线上大考的部分，这个我们学校呢也实施过蛮多次的线上的考试。那关于线上考试的部分，我们的实施的一些心得呢，我们也分享给各位老师们参考。那主要实施的方式呢，当然就是用这个线上考试，那学生在自己的家里面，那我们会加上一个叫做视讯监考。好，视讯监考，那基本上线上考试的话，平台的部分，我们会启用像我们Trongclass平台上会有一些防弊的机制，把它启动起来。当然啦，更好的方式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线上考试，作为这个 Open Book 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线上考试的方式。好，那关于这个线上考试，我们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自动评分的部分。假如它有一些单选或复选题的话，我们会用平台的自动评分。那里面我们会把这个题目和选项做随机的排列。当然我们还有手动评分部分，就是我们在考试中呢，我们也有一些简答和申论题，我们就请他用学生他自己手写在白纸上，然后写完之后拍照上传到平台上面。好，所以在视讯监考的时候呢，学生他就必须要用自己的手机或者一些视讯的设备，在考试的时候同步直播自己环境的画面。好，那我们也可以去记录说学生上传的时间，还有他视讯的时间，还有他的考试的 IP 的位置。好，所以因为学生很多的话，视讯监考的人呢，我们建议20到30个学生就配一个监考人员来看学生现和直播监考的画面。好，那这是我们当初做这个线上大考的时候的一些规则啊，那我们也提供给各位老师们做参考看看。好，那这边的话，其实主要呢有一个这个像是视讯监考的时候，他必须要用手机、平板去拍一下他自己的电脑和他的双手的位置。好，那如果说因为学生可能会误触到了一些防弊的机制啊，或者是网络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事先都会建好这个 LINE 的群组，让学生呢可以跟这个助教，如果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用 LINE 呢跟助教来做一个提问。好，所以这个事前的这个群组的建立也是蛮必要的。好，那接下来这一章呢，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个线上防弊机制的时候，左下角我们有一些防弊的功能。好，那右边呢，这个是他们在做这个手写考试的时候的这个画面，就是直接让他们拍他们的手写在白纸上的画面。好，那必须要有他的手和他的测验纸这样子。好，那这一章的话是我们在实施这个线上监考的时候拍摄的侧拍。那其实学生呢，他们就是必须要用手机拍自己电脑，还要拍他们手写的纸，还有他们双手的位置。那这样我们才能确实的帮他们做这个监考动作。如果他们没有拍到手，或者没有拍到电脑，没有拍到他们作答的这个姿势的话呢，就是有点是不合格的状况。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学生他在自己写好他的答案之后，拍照好上传到我们平台上面的画面。所以左下角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就是他拍照后上传的画面。那右边这是我们试题的这个试题的画面。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这个线上考试还有同侪互评的方式，其实有蛮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啊。那我这边也分享我一些我自己个人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实施的时候的一些小技巧，还有一些心得给大家参考。那第2个部分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老师。